你愿意与我缔结婚姻，一起踏上独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未来吗？教授，这次的画稿还是不行吗？ Marius，这不是行不行的问题。说实话，我看不懂你这是在画什么。说实话，我自己也有点嫌弃。臭小子，你还好意思说？你教授我是要在退休前开最后一次画展，给我在翡冷翠艺术学院的教学生涯留个纪念。所以我才会特别邀请你，还有其他几届的优秀学生来参加。虽然我让你们各自画一个系列，各自定主题，但你也不至于画得这么沉重吧？看着不像是来参展的，倒是像来送我去见上帝的。有那么沉重吗，教授？我现在仿佛梦回当年，有种在学校被你天天毒舌练画技的感觉。少贫嘴了，你看看你自己画的这些，既不是印象派，也谈不上纯粹的抽象派，更跟你以往的画风大相径庭。就算你是不愿让人过多猜测，特意避开了画家 Z 的风格，但画成这样也说不过去。臭小子，你画的时候到底在想什么？以我对你的了解，这根本不是你的画技问题，而是你的心、你的状态不对劲。或许是因为我想另辟蹊径，画个后现代路景合派的画作吧。Marius，这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不开玩笑了，教授，我这几天还是重新。Marius，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？为什么这么问？你看你发过来的这些画，整体布局混乱，细节上的处理都显得很仓促。这不像你以往会画出来的作品，也不是你一直以来对待作画的态度。事情变成这样，只有一个可能：你被什么事影响了心态和情绪，这才是最让我担心的。我这么难说出口，该不会跟爱情有关吧？你是怎么猜到的？你教授我这些年阅画无数，对画作里的情绪表达也颇有心得。历来有天赋的画家，作画状态一夕之间急转直下，大多都是因为爱情。说吧 ，Marius， 到底遇到了什么事？说出来，没准我能帮上忙。真不愧是神奇的列昂教授，你猜的没错，这件事的确跟爱情有关。教授，其实我最近准备向女朋友求婚了。等等，求婚？虽然我多少听说了点消息，但没想到你和那个女孩已经要走到这一步了。
这有什么好惊讶的？我陆景和做事向来是又快又准，而且他的笑容，他的声音，他的举动，哪怕只是生气地瞪着我，与他相处的每个瞬间都已经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。是他让我的生命有了这么多变化，我可以肯定他就是我最想要的那个人。所以既然已经确定了这一点，我有什么理由不抓紧时间采取行动呢？说得好，是你的风格。不过这应该是件高兴的事啊，你为什么苦恼呢？因为出了点意外情况。你看，我刚刚发过去的这些内容，都是关于我和他的绯闻。其实这些我早已司空见惯，想要压下这些消息也并不是难题。但这次，他们出现的时间和我准备求婚的时间太接近了。绯闻的数量异常的多，字字句句又在有意识地指向他。我担心是有人得到了不该得到的消息，故意要针对他。这次求婚，我不想出任何意外，所以我最近在想办法处理。所以你是受这个影响，难怪。那你对这个情况有什么打算？如果强行压下所有绯闻，很容易起反效果，到时只会对他更不利。但要在短时间内调查并解决这些消息的源头，也没有那么容易。所以目前我还是会维持先前的做法，控制舆论的扩散，避免打草惊蛇。但这肯定不是长久之计，所以最近我也在做一系列后续应对的方案。外界怎么骂我无所谓，我也早就习惯了，但是我不能让他受到无谓的指责和伤害。应对是被动的说辞，而且很容易被你口中的有心人利用这一点。Marius， 你就没想过干脆公开求婚，顺势主动公开这一切吗？这一点，早在我爱上他的那一刻，就想过无数次了。但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机，更何况，我一直打算把这件事的决定权交给他。是否公开、何时公开、怎样公开，我都听他的。唉，只是可惜，按目前这个局势，恐怕我不得不改变之前的求婚计划，甚至推迟求婚的时间。Marius， 唉，这确实很棘手。哎，不对，我怎么被你带歪了？臭小子，原来你最近在同时忙这两件非常耗费精力的事，难怪画成这个德行。别骂了，别骂了，等会儿更没灵感了。等等，你有没有考虑过，将手头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进行，一起完成？你的意思是 Marius， 说来说去，你想要的不就是能够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下向他求婚吗？翡冷翠远离魏明市，这次的画展又只对一小部分人开放。你想想，这难道不是一个绝佳的选择吗？至于你的画 ，Marius， 作为一名画家，画笔就是我们的武器，画作就是我们的语言。你为什么不试试把求婚作为主题来创作内容呢？不行，这个画展对教授你来说非同寻常，我这么做就太喧宾夺主了。
而且教授，如果以求婚为主题作画，画作展出的时候一样会被有心人发现，更别说那些同在画展中的人。Marius， 你也太杞人忧天了。你以为你求个婚就能抢过我的风头吗？而且我也不是让你在主展厅求婚，场地里有一处闲置展厅，展出期间是禁止无关人员进入的，那才是你的舞台。不过，展出的画作确实是个问题。这样吧，你就选一幅你没有对外公开过，而且看不出 Z 痕迹的旧作给我，勉强能用。教授，这太……废话那么多干嘛？你就说你愿不愿意吧。我明白了，谢谢你，教授。不过拿旧作展出这件事，我绝对不同意，这是对你的不尊重。所以，我会在画展的第1天求婚。仪式结束后，除了那幅我已经画好的巨幅画作外，其他的都可以展出。没问题 ，Marius， 这安排非常棒。但 Marius，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也许你的女朋友不一定会接受你的求婚。人有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，我们不能强迫任何人。或者你也可以考虑先试探一下他的态度，看看他是否能接受我们目前设计的流程。我会的。好，那有什么情况随时发消息给我，方便我提前帮你安排。教授，谢谢你。谢什么呀？我最得意的学生可以在我退休前的画展上施展才华，得到幸福，对我才是更加意义非凡的。翡冷翠，是我自由追逐艺术梦想的开始。如果你也喜欢，你也愿意，那里也将会是见证我们之间缔结爱情誓言的所在。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遇到什么情况，保护好你，让你感到幸福，都是我行动的最大前提。我可算是等到你了。冤枉，我是真的遇到难题了呀，而且只有你才能帮我解开它。看看这满地辛酸画纸，我这一段时间的劳动成果几乎要付之东流了。但是为了能和你一起面对未来，我必须重整旗鼓，振作精神。
是这样，其实画作的方向和大致内容我差不多想好了，但在准备落笔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。我一个人拿不定主意，所以想问问你的意见。是这样，我想了一个故事，大致的内容是：从前有个迫于压力必须隐藏秘密的小动物，它遇到了自己最喜欢的朋友。他们一起面对磨难和考验，一路扶持，缔结了深厚的友谊。然后他们遇到了最后一处难关，只要完成这一关，他们就可以结束这趟冒险旅程了。但想通过那一关并不容易，他们要冒着会被坏人发现，甚至是抓走的风险，去一个遥远的地方，找到一枚传说中神奇的魔戒。我的问题是，这个小动物应该带着自己的朋友去冒这个险吗？或者我换个说法，如果你是这个小动物的朋友，你愿意和他一起冒这个险吗？算是吧。总之，你怎么想呢？其他的方案我都试着画过了，不太合适。如果这个方案你也感觉不太好，那就剩最后一个办法，改变计划，让小动物先去打败所有的坏人，再跟他的朋友去拿魔戒。只是这样的话，我担心故事里他的朋友会觉得这趟冒险的旅程有些枯燥。为什么？是啊，在你面前，我总是可以放心地成为自己，相信自己。能蜕变成这样的陆景和，多亏了有你在我身边。幸好，从前的陆景和遇到的是你。没什么，我只是忽然有了信心和动力，去完成接下来的事了。没错，知道了你的看法和选择，对我来说，难题就迎刃而解了。谁说关系并不大？我的意思是，关于陆景和的一切，不是早就跟你息息相关了吗？姐姐可别想在这个时候撇掉我。就算会，你也撇不掉。你不知道，其实有很多事我都想得到你的认可或是建议。从我心动的那一刻起，你的任何想法和意愿，对我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。所以，陆景和他呀，无论遇到什么难题，首先想到的都是你。行啊，你搬我就接受。
没有啊，怎么了？哦，是这个呀。别担心，你很快就会知道了。到时候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对了，机会难得，我介绍几个人给你认识。Marius，你总算来了。教授，各位，久等了。这就是列昂教授，旁边这几位是我在翡冷翠的朋友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不必拘束。像，太像了。教授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是说 Marius 的运气真不错，是位非常优秀的女士。这可不是客气，是我真心的夸赞。Marius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你该去做准备了。知道了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教授会先带着你四处看看。现在还不行，但很快，很快我就来找你，等我。律师小姐，画展差不多要开始了，不介意的话，要四处看看吗？是不是有事瞒着你？你是想问我为什么知道你在想什么？哎，你呀，什么都写在脸上了。不过，差不多也到时间了。3、2、1。是我，姐姐，有没有想我呀？不用找他了，接下来是属于你和我的时间。你是不是有很多问题想问我？向前走，推开你面前的门，我在等你。
我在这里。站在那儿别动。姐姐，你还记得我之前讲给你的那个冒险故事吗？很遗憾，并没有。因为我想到了一个更好的故事，你想听听看吗？先前我说过，我设想的故事是小动物和他的朋友一起获得魔戒。但在落笔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，同样在故事中，魔戒又是什么样的想法呢？所以，我更换了主角，并且决定用一种你更熟悉的方式来讲述他的故事。而他的故事名为《蜕变》。魔戒诞生于力量之中，传言得到它就可以统治全世界。于是，人们追捧它，称赞它，将它奉于王座之上，赋予它万丈的光芒。可是，魔戒的生活真的快乐吗？力量带来了争夺，关注是另一层枷锁。即便魔戒端坐在王座之上，可他没有自由，没有快乐，他必须维持着外界希望他保持的样子。于是，魔戒渐渐失去了自我。他就这样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，直到有一天，春风送来了一粒种子，它在王座下生根发芽，绽放出艳丽的鲜花。鲜花保护着魔戒，与他一起面对着世间的风霜雨雪。他告诉他，可以不必在意外界的一切，在他的怀抱中，魔戒可以只做自己。于是，魔戒变了，他重新找回了自己丢失的东西，他更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未来了。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？如果我说不是呢？如果我说画里的魔戒是我，你觉得鲜花是谁？
从现在开始，别眨眼。曾经，我在陆公馆的后花园为某个人办过一场私人的画展。我告诉他，是他让我拥有了爱，拥有了成为自己的机会。而随着和他相爱的时间越长，这些弥足珍贵的东西越积越多，让我再也无法离开他的身侧。于是，我决定用和当年相似却不相同的方法，再一次向他阐明自己的内心。有些东西恒久不变，有些东西历久弥新，而我想说，是你坚定了我平衡梦想与责任的信心，让陆景和一直是陆景和。总有一天，全世界都会知道，这是我最好的画作，因为画中的人是你，是我心中至景，此生挚爱。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切，因你而更加精彩。你令我于凡无中蜕变。姐姐，看到这幅画，很惊喜吗？但还没结束哦。有人抢走了我的心，所以我画下他的样子，要让所有人知道他的罪行。如果他没有物归原主的打算，我无计可施，就只有赖上他一辈子了。陆景和有数种身份，100种性格，1000种模样。他也曾迷失在这些面具下，独自一人舔舐伤痛，尝遍孤独。但这些无人知晓，无人看穿，更无人能看懂。直到遇见你，是你让我蜕变，让我勇敢面对，让陆景和成为了现在的陆景和。这个世界上，陆景和的魔戒只有一枚，陆景和的真心也只有一颗。而此刻，他们都在你的面前，都交由你来定夺。我爱你，从相遇那一刻到如今的每分每秒，我都想和你一同走过。我会给你超越世间一切总和的幸福，就像你所给予我的那样。你愿意与我缔结婚姻，一起踏上独属于我们2个人的未来吗？没关系，此时此刻，你只需要遵从内心的感受，告诉我你真正的想法就好。即使说出拒绝的言语，也不会对我造成影响。就算这次求婚失败，反正列昂教授退休了，也可以再开一个退休展会嘛，我到时候再接再厉。那么你的答案是？
果然，我就知道，一天24小时不间断监控，散播谣言，添油加醋。他们恨不得在我和他身上安装个全自动纳米显微镜，是吗？那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是温晨打电话来说了一些合印的事务，没什么，都是小事。既然宴会已经结束了，那我们就先回去吧，也不早了。累不累？有没有喝醉？没完没了了。其实，是有人拍到了我们今天的照片，把消息传到网上去了。你别担心，温晨已经在处理了，很快这些就都会干干净净的了。傻瓜，不要急，真的没事。其实，在计划这次求婚之前，我就已经做好了一系列应对的方案。在我们回到国内之前，温晨会把一切处理妥当的，你什么都不需要担心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戒指设计成王冠的形状吗？王冠代表着权力、地位和财富，它是陆景和拥有的一部分，而今后你将与我共享这一切。但同样，王冠也会带来枷锁，我用它来告诫自己。当我把戒指戴在你手上的那一刻，我也为你带来了本不该属于你的风雨与荆棘。所以往后的时光，我更要保护好你。我知道你很强，就像戒指里侧刻着的那个意大利文一样。你能让我蜕变，带给我如此多的幸福和快乐，你或许根本不需要我的保护。但我也只是个普通的男人，也会有想要耍耍威风的时候，所以就这一次，仅有一次，让我自私一下吧。我向你保证，今晚过后，未来的路，我们都会并肩走过。
你我之间何必说谢谢呢？而且，你知道吗？我爱你，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姐姐，你今天好热情啊！如果是想向我表示感谢的话，那我能不能要份奖励呀？这个时候居然还走神，在想什么？我突然有些后悔，为你选择这件裙子了。你今天喷了什么香水？明明是我身上的气味更好，我们只要共享同一种香调就足够了。真希望我的气息盖过一切，像烙印一样永不消失，就像这样。乱动的后果，我可不能保证哦。姐姐，我终于发现了，你就是天生克我。为什么我克制不住对你的贪念呢？这个时候叫着我的名字，说着这番话，未免太犯规了。但今后我们的每一个瞬间，都将成为这个答案的见证。而今夜，以及往后的所有夜晚，我只属于你一个人。这是我们携手一生的永恒誓约，也是迈向未来的华美见证。从此以后，我们是彼此的唯一。
Mutamento， 意大利语中代表蜕变，因你而蜕变，因爱你而蜕变，因为想和你永远走下去而蜕变的每个瞬间，都在此镌刻。就像我先前说的，王冠的形状有着特殊的寓意，而从今往后，我会和你并肩前行，永不放手。这些钻石原本的样子，并不像现在这样耀眼，要经历细致的切割和打磨，才能蜕变。幸而，他们遇到了好的工匠，而我遇到了你。Mutamento， 意大利语中代表蜕变，因你而蜕变，因爱你而蜕变，因为想和你永远走下去而蜕变的每个瞬间，都在此镌刻。就像我先前说的，而从今往后，就像我先前说的，而从今往Mutamento， 因你而，你一定不知道，直到我把戒指戴在你手上的那一刻，我才真正松了一口气。在那之前，我都非常紧张忐忑，因为我不敢去想你会不会答应我的求婚。